我必须给他找点槽点，不可能是完美。晚上来不及回酒店了，怎么弄啊？直接一插，就插进去了。提到无人机，你就会想到大疆；你提到火锅，你就会想到海底捞；你提到 MPV， 就会想到 GL8。我18岁成年的时候，那会儿还不懂 MPV 呢，一说 MPV， 只知道 GL8。说实话，头等舱我没怎么坐过啊，我坐的都是公务舱。大家好，我是看得起豪宅的叔啊。前段时间参加了新 GL8陆尊的品鉴会，那我感觉还凑合，本来没拿定主意呢，但是你们评论区都说这车能冲，那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啊，是否是像你们说的那么牛啊？不可能是完美。废话不多说，那咱们就上车好好感觉感觉。超高净值人群，出门不穿鞋。不是一眼看上去你就很好。其实我一直想换一辆 MPV， 是因为有几个需求啊，一个是日常我用，包括接娃啊，包括我的日常；二的话呢，就是当一个工具车，拍摄啊，以及运一些东西、物料之类的；第三呢，就是我想在车上做一个播客的内容，那这个对于车辆的静谧性要求就会比较高，基本上是这3个诉求吧。之前基本上市面上的 MPV 啊都试过了，没试过也拍过了啊，没拍过呢也做过了，10几万的 MPV 到7位数的 MPV 基本上都有体验过，国产的、进口的、油的、电的，绝大部分都做过，但是我没开过。我看了 GL8 的 slogan， 什么全家人的新能源头等舱。说实话，头等舱我没怎么坐过啊，我坐的都是公务舱，公务舱比头等舱这个 level 再下来一些啊。我只能表达我这个公务舱的体感，头等舱我坐的不多啊，没有什么发言权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座椅呢，我的感觉就是两边的扶手程度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另外呢，它这个小的细节就是这里面还能有一个握持的感觉，所以这块和我坐公务舱的时候的体感基本上比较接近。除了这边没有一个托盘，但凡有一个可移动的托盘，那这个就我觉得就非常完美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体感基本上可以了。再有看这环抱式的座椅，座椅加热、通风、按摩什么都有了。椅背拓展接口有点硬核，到底是怎么玩的？但是这样还可以这样。车门这个 Smart Touch 光感触控板，在我前年开一些车的时候看到过，那些车都是7、80个朝上的，这辆车也有，我只能说越来越科技平权了。最早的 GL8 不是民用的，是商用的，都是接一些 key person， 然后重要的一些商务接待，包括我们最早做豪宅开发的时候，接送客户也都是 GL8。而且在线下的这种氛围下呀，我无论是舆论环境下还是经济条件下，那 GL8 其实会让别人觉得很舒服，你自己坐在里边的体感也会很舒服啊，懂的都懂啊。前排风微灯效，咱们晚上可以再仔细盘一下。整体效果呢，我不能说它多么的 luxury， 但是至少呢，它能够调动你的情绪，让你很舒服，让你很平静。这种感觉是不是你们想要的？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移动中岛，大家看我的那个视频啊，高福里。就上海一个多亿的豪宅的厨房，它的中岛台就是可变中岛台。我倒是觉得其他家的 MPV 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下？纯电202公里，综合续航1450公里，5C 快充，对应日常城市用电，那这就没啥问题。整个这3排座位空间，我认为够了。第3排还可以180度一键电动躺倒，空间比较灵活。我的日常拍摄的器材，你像灯管、提丝器、脚架、稳定器、相机这些全堆这边没问题，没毛病，没压力。我给大家当把司机啊，顺便自己也试一下试驾。那咱们除了乘坐，也得感觉一下驾驶的感觉。因为我这个驾驶员啊跟我说 GL8 必须得试试，
无论买不买。为啥呢？因为他们这个驾驶员的圈子里边都觉得这个 GL8是一辆神车，开起来也特别舒服，甭管是市区还是长途。刚开了这一小下就知道为什么我驾驶员一定让我亲自来体验一下 GL8了。我知道有一些车我不提名字了，坐的确实贼舒服，但是驾驶员开完之后呢，一天下来腰酸背疼。我觉得无论是保姆还是你的驾驶员啊，都是我们的 partner， 你不要把它完全当做一种是纯雇佣的关系。如果想建立一个长期的一个 partner 关系的话，那你需要有一个人文关怀。本来 GL8在我的序列里边应该算是第2批序列，但如果说我决定要买这款，我觉得我应该会有1/4到1/3的因素是考虑到我的驾驶员的感受。咱们试驾也试驾完了，试乘也试乘完了。本来我还想说给大家做一个我横评几辆 MPV， 最终我选择了某辆 MPV 的一个视频，但是今天我觉得就它了，觉得这个差不多这意思。所有的理性的判断、分析、甄别什么的，其实最终都替代不了感性的那一刹那的下单。哎，今儿啊，我换身衣服啊，为啥呢？因为他们跟我说可以提车了。那别克 GL8 PHEV 提车到底有什么花头呢？咱们就简单搂一眼吧。哎，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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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我们 VIP 接待室。好，行。那你我今天再要转多少钱？转账的话就是38.39000。38.390。对，好，好，好。您输一下密码，然后呢签个字。好，这是您的付款记录，您看一下，38.5906。然后这边我们付款就成功了，您准备一个交车仪式，行，好吧？好。先生，献上我们的鲜花哦，这是你的爱车钥匙。哎呦呦，这主要是驾驶员的。在我的驾驶员和师傅沟通这个车的交付过程当中呢，我想简单说两句啊。品鉴会到试乘试驾，再到今天的交车，大概前后有1个多月的时间。但其实我心里面想增添一台 MPV 的想法呢，确实有段时间了。只是我之前那辆的老途锐开了10多年了，有点开出感情了。虽然它已经叮当乱响了。有的人的车啊是娇生惯养，我家这辆 MPV 呢是为了跟我征战沙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是想做一个播客的频道嘛，当然是一个可视化的播客，所以有可能会选择在车上来录制。这个静谧性要求会稍微高一些，它的静谧性到底怎么样，在我的播客里面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这辆车的静谧性。当然我也相信中国很多的新能源的车也都是非常让人能够期待，所以这辆车完之后，我可能还会陆续的再增配几辆车，适配我不同条件下和场景下的一些做成吧。OK， 这就是历时1个多月我选择 MPV 的过程。那这辆别克 GL8 陆尊 PHEV 紫气东来款到底怎么样呢？那等我接下来长时间做成之后，再给大家做一次深入的分析和分享，好吗？那如果觉得还行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你身边的朋友。如果觉得差点意思，那咱们就再买一辆，好吗？先这样，拜拜。